本期我们来聊人类空难历史上单机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。1985年8月12号，农历7月15，正值日本的中元节前夕，俗称鬼节。此时的东京羽田机场熙熙攘攘，数以百万计的日本民众要返乡祭祖。晚上6点12分，日航123号航班从羽田机场起飞，机上共524人，其中509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。机长总共飞行时间超过12000小时，副机长总共飞行时间3900多小时，因为他即将升级为机长。当天由副机长坐在机长的位置进行飞机驾驶。飞行工程师总飞行时间超过9800小时。原本一次再平常不过的短途飞行，竟成为他们的不归之途。起飞12分钟后，飞机很快爬升至7300米的高度，但飞机还未爬升进入平流层。但这时，突然客舱尾部的天花板发出一声巨大的爆炸声，几乎同时窜出了巨大的气流，客舱内的压力随之急剧下降，而飞机的机身也开始狂躁般的剧烈的摇晃起来。机舱内一片尖叫。这时飞机启动应急反应，乘客位置上方的氧气面罩自动脱落，空乘人员急忙提醒如何吸氧。而驾驶舱的机组人员也察觉到了爆炸声，并发现客舱已经开始失压。而更糟糕的是，飞机渐渐不听使唤，机组人员赶紧检查仪表盘，但紧急情况下他们找不出具体原因。他们随即迅速向地面空管发送7700的紧急代码，表示当前的飞机遇到紧急情况。此时飞机处于7300米的高空，他们向空管请求掉头返回羽田机场，空管表示同意。可不一会，空管发现飞机并没有180度返航，而是离羽田机场越来越远。空管急忙提醒123号航班，他们的航线出现错误，但奇怪的是，他们并没有做出答复。原来，飞机黑匣子上的录音显示，此时的机组人员已经发现飞机的液压系统已经崩溃，这意味着客机的大部分部件已经失灵。机组人员只能集中全部的注意力去稳定已经失控的飞机，他们根本无暇顾及，也没来得及回复空管。而这时失控的飞机犹如脱缰的野马，在高空中忽上忽下。而客舱内的乘客有的默默祈祷，有的感觉已经命不久矣，开始写起了遗书。另外，客舱内的空气已经开始变得稀薄，乘客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氧气。这时候，空管也发现了123号航班的路线飘忽不定，根据经验怀疑飞机已经失控，建议改飞正前方128公里处的名古屋，因为距离近还不需要转弯，特别有利于飞机紧急迫降。但是机长坚决反对，因为123号航班属于波音747，体型较大，而名古屋机场是小型机场，跑道较短，因此机长判断羽田机场更适合这架巨无霸飞机进行紧急迫降。这时，飞机失控已经过去了5分钟，乘客的氧气面罩中的氧气即将耗尽。若飞机继续在高空中飞行，乘客的生命就会直接受到威胁。事到如今，最关键的是先下降飞机高度，保障机舱有足够的氧气。另外，机组人员不知是因为紧张、慌乱还是缺氧，他们始终没有佩戴氧气面罩。下降过程中，机组人员竭尽全力不让飞机完全失控。最后他们发现，若在飞机俯冲时前推油门加速，就能扬起机头停止俯冲；若在飞机爬升时回拉油门减速，机头就会向下俯冲，这样飞机就能重新掌控，不会再上下乱窜。而此时飞机已经接近东京北郊的美国横田空军基地，美国空管监听到机组人员和空管的对话，表示愿意提供跑道供飞机迫降，但精神高度紧张的机组人员并未做出回应。紧接着，机组人员测试发现，如果增加飞机左侧引擎的推力，就能让飞机右转。就这样，飞机曾短暂地朝着羽田机场飞行。为了让高度飞行的机身更加稳定，他们放下起落架，降低飞行速度。但没想到这样意外破坏了左侧引擎，从而让飞机再去失去方向控制。而这时接近日本最高峰富士山，突然又受到气流的影响，机身随之突然右转，进行了骇人的俯冲，已经远超正常下降速度的2倍。直到他们奋力抬升机头，飞机才渐渐停止俯冲。但此时飞机已经失控22分钟，飞机已经下降了3000多米。虽然这时四周氧气充足，但是环绕的群山对低空飞行的飞机来说极具威胁，而且飞机还是忽上忽下的飞行的。机长这时急忙向空管报告，飞机失去控制，即将要撞山。面对迎面而来的群山，机组人员还是坚持进行着最后的努力。为了让飞机尽可能的爬升高度，飞机引擎全开，努力抬升机头。但这个过程中，飞机还是不受控制的往西北方向前进，反而离羽田机场和横田空军基地越来越远。最后时刻，日航123号航班已经乱了手脚，飞机一路云霄飞车般的横冲直撞，急速的俯冲产生了剧烈的颠簸，飞机上524个人的生命就这样在高空中被无情的拉扯着，他们此时已经危在旦夕。
救援人员开始准备飞机紧急迫降后的救援。空管实时联系机组人员，设法安全引导123号航班。但是最后，飞机失控后的第32分钟，日航123号航班从空管雷达的屏幕上永远消失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也就是坠机事故发生后的第14个小时，日本自卫队的救援人员才姗姗来迟地到达现场。灾难现场飞机残骸和遇难者遗体随处可见，到处都是遇难者用尽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书写下来的遗书。有些遗言上写着：“我的爱妻，有你的生活很美妙，我们孩子长大一定会成才。我没有料到那顿晚饭竟会是我们最后一餐，再也见不到爸爸了，很遗憾。”不可思议的是，经过搜救，有4名女性乘客幸免于难。123号航班是人类空难历史上单机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，这次空难事故总共导致飞机上520人死亡。生命就像一辆公交车，你我在不同的站台上车，却都通向同一个归途。而有的人还没看够车外的风景，就已经早早的下车离场。我们总以为危险离我们很远，总以为来日方长，日子可以慢慢过，却不知道戛然而止4个字也是生命中的一部分。一次次的自然灾害，一场场的风云突变，都在告诫我们，生命真的很脆弱。在生死面前，每个人都是那么的无助。在此，愿逝者安息。时光是一条永远不会倒流的河，在这短暂的一生中，珍惜眼前的人与事，心怀敬畏之心对待自然和这个世界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。生活是美好的，大家照顾好自己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